用蛋白来擀面，筋道又润滑。切成细条是银丝面，切成宽条就是玉带面，粗细居中，还可以做成嚼劲十足的上海阳春面。切成方片便有了馄饨皮，自制蛋清馄饨皮，可厚也可薄，嚼劲足，不易破，非常好吃。自己做又不是很难，希望大家都能试一下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最好选用放养或者是非笼养鸡的鸡蛋。最容易的方法取蛋白就是把蛋打开，然后再把蛋黄捞出就可以了。揉面只需蛋白，蛋黄可以用在别的菜肴里。制作面条、馄饨皮通常使用中筋面粉，如果特别讲究口感，也可以用富强粉或者是意大利的 Double O 粉。富强粉或者是 Double O 更加细腻，而且韧性特别好，但因为去了小麦的外皮，所以营养倒是没有中筋面粉好。如果经常和面也想省力，可以买一个食品加工机或者是和面机，如果量不大，也可以手工来和，只当是运动。300克中筋面粉加1小勺盐并搅匀，加蛋清3支，油1汤匙，水3汤匙，快速搅拌，让面粉和水分充分的结合，并形成很多小面絮。这个时候应该就没有松散的面粉了，但各地气候不同，水和面的比例可能稍有差异。如果还有干粉，就加1小勺水，直至没有干粉。如果感觉粘手，那就加1勺面粉，并把面粉揉成团。这是一个比较硬的面团，手感像气很足的排球。成团后就把它包好，静置30分钟，等面松弛之后再揉。30分钟后，面团变得松弛光滑，就可以开始揉面了。为了让面变得更加筋道，这里需要揉8到10分钟。揉面有点无聊，可以放一个欢快的音乐或者一边看电视。为了省力，最好桌子能够相对人来说矮一些，然后双脚站着马步，最好用身体的力量而不是手臂的力量去揉。揉到最后的时候，把它揉成一个球，四面都比较光滑，然后再盖起来。这个时候醒面1到2个小时，如果放在冰箱里醒面，隔1-2天再做面也是可以的。醒面后，面团上劲又有弹性。如果家里经常吃面食，非常推荐买一个 Mercado 牌的意大利制面机。为了制作方便，把面团1分为4，后用的3份用保鲜膜包好。面团压扁，撒一些面粉或者是土豆淀粉。手动制面机价格不贵，但使用方便，而且效果非常好。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，还会增加很多乐趣。制面机可以从厚到薄一层一层的调节，用最宽的0档来调节面片的形状，最好能够做成一个比较整齐的长方形。需要的时候再加一些面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然后再层层的变薄。使用机器的时候有一个窍门，待长度足够的时候，把面片变成面圈，这样就避免了一次次的卷出再放入的麻烦。随着刻度的增加，面片变得越来越薄，面片圈也变得越来越大。一只手摇，一只手撑，这里需要一些像跳舞一样的节奏。机型不同，刻度也不同，所以要根据眼睛和手感来决定面片的厚薄。但要注意，煮面片的时候体积会膨胀大约1/2，所以这个时候的厚度要比最后的厚度要稍微薄一些。因为太好玩，经常会做过头，太薄了，所以要见好就收。用刀划一下就可以整片取出，厚薄均匀，漂亮极了。这时候两面都撒一下玉米淀粉。现在来切细面，找到面片的中心位置，然后用一只手撑起来，放入切面夹，
另一只手摇，漂亮的银丝面就诞生了。切到中间的位置的时候，拿一只筷子，一只手摇，一只手把面撑起来，直接转移到衣架上晾干，就可以变成挂面，或者再撒一些淀粉变成团。美味漂亮的银丝面就做好了。如果做成馄饨皮，也是需要撒上玉米淀粉，折叠并切成均匀的形状。有一个小窍门，就是用一个旧的盐罐或者是胡椒粉罐来装面粉或者是淀粉，这样的话撒起来会非常方便。手工馄饨皮，所以面片的厚薄大小可以随意。蛋白做的馄饨皮不易破，非常薄又有韧性，非常好吃。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意大利制面机，那我们就来用擀面杖。如果可以，法式擀面杖中间粗两头细是最好用的，最好还能是长一点的擀面杖。同样也是300克面粉的面团，醒面后1分为2，记得把后擀的一半包起来。如果是中间粗两头细的法式擀面杖，就可以直接擀成面片。如果是直的擀面杖，那就先擀四周，再擀中间。如果需要，加一些面粉或者是淀粉。面片越擀越大，卷起来擀会更省力。这个时候尽量擀两边。用眼睛看，如果哪一个方向比较短，那就擀那个方向。用手摸，哪里厚就擀哪里，尤其是四周。擀成一个大圆片，可以看到手或者是木纹，但具体的厚薄还是要看你要面的粗细来决定。擀好后，再撒上玉米淀粉，叠起来切成宽一点的玉带面。切好后，撒上玉米淀粉捞松，可以直接下面，也可以储存，分成1人份，然后平铺在一个容器里，直接放入冰库里冰冻。冰冻成型后，就再转移到塑料口袋就可以了。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擀馄饨皮。馄饨皮的厚薄也是看自己的需要，至于形状，可以切去边角，切得方方正正，但也可以切得比较随意，这样在包馄饨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些创意。要注意的就是在面片和面片之间要有足够的淀粉，这样的话防止它粘连。就这样，纯手工的面条和馄饨皮就做好了。冰箱里可以放几天，冰库里放几周都没有问题。万事开头难，一旦尝试，可能就再也不愿意去买馄饨皮或者面条了。